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？长老，神爷，水秋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殉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，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。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居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这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叩缺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公元907年，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，建立后梁，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。自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、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。公元923年，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，建立后唐。短短13年后，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，向契丹借兵，攻灭后唐，建立后晋。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，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，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。吴越国东面临海，南面与闽接壤，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。为求存续，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事中国之策，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，以保境安民。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。在此战略之下，吴越国专注内政，发展民生，在乱世中
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。以检校司空、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为副使。大王，如此危局，汴梁朝廷那里怕不是在搏命？局面危殆，朝廷那边在搏命。若真个如50年前一般天清了，孤也要搏命。水丘公此时北上，更是要豁出性命的。我吴越前世宗子，谁能置身事外？九郎，孤明白与你说，此一去福祸难料，是要豁出性命的。敢去吗？启禀大王，这如许大的祸事，臣弟胆子小，不敢去。但久闻京师繁华盛景，所食所用，皆极尽奢华富贵，吴越偏鄙之地，不能及也。臣弟项目垂涎久矣，愿随水丘公前往京师一游，以慰平生。事情不太对呀。什么不对？北军南下，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。纵使轻骑迂回，也应该超游西边的兖州和冀州，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之畔打草谷的道理。三哥的意思是，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。契丹铁骑便是生了3头6臂，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去，反倒绕远路过来，将莱州烧为焦土？因为就不是他们烧的。走。这些都是人骨。那个人在做什么？他太饿了。这。杨军，骑卑职的马呢？从登岸到现在，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。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3年前这里萧索归萧索，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。杨军，江主，今日已经不热了，此一关该是渡过去了。他何时能醒过来？确实不知。等到了京师，给他寻一个好些的医师，再好好诊治一番。接着睡。干好了。一哭，末将也是心中惶恐，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，这才做下了糊涂事。你半分都不糊涂，你是聪明的过了头。
统领亲卫第一都不过2年的光景，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2处3进的院子，娶了9房妾室。你当老夫眼睛瞎吗？末将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。任都将以来，受了外官不少孝敬，只是有2条，只手不敢有亏，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。若是犯了这2条，末将情愿万箭穿心。敢不敢？犯不犯？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。你将内库2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，你死不死，总要查验清楚，才有公道。谨遵老太尉君命。要不，把账房的锁砸开，先把账做平了再说。如此妙计，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？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，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瞒不过的。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，既做不了账，也补不了甲，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砍头？程某倒有一计，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。头都夹到脖子上了，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？福儿过来。当值啊？谁当值啊？回禀皇上，今日是双日子，按规矩，该胡令公轮值内养。何承运何在？让何世玉那个杀才滚出来见我！末将，末将拜见令公。眼通，如何是你？回禀令公，末将一直在乡里边救火，还有4、5处火头尚未熄灭。我是在问，你如何会在此地？何承运何在？回令公，这火起得突然，末将一直在奔走救火，未曾见到何都将。拿下！令公，令公饶命！令公饶命！末将冤枉，末将是奉了在台尉的命令，才奔走临城验的。小人没有铁匠的胆子，也不该自作主张啊！冤枉！冤枉！令公。皇上，让我闯监狱吧。禀公，大王臣在。宫内走水，烧了几个旁院，无甚紧要。小狱内外，不得慌张从事，擅行谣言者，斩。臣奉教。皇上，皇上！
天快黑了，若是不关城门，城外的人心存念想，只会越聚越多。现在不关，再拖上2个时辰，只怕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。你把刀子亮出来，城门就关上了，你敢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这许多流民一下涌进城内，去开封府一并治理。可这开封府里还有做衙理事的人啊！令公，天子已然自弃天下，杜令公效先帝当年故事，引北朝大军南下，其势不可挡也。小冯相公，下官敢问，何为效先帝当年故事？先帝弃了幽蓟，杜令公难不成要弃了两河？内汉又何必如此装糊涂？契丹大军已然到了腋下，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，又何来一个弃字？腋下降了，晋阳却未降。杜令公效仿先帝，刘令公却断不肯为二臣。河东100万之兵，是与契丹一决生死。说的倒是好听。刘令公拥兵晋阳，河北沦陷已有数月，如何不见河东军出兵御敌？你却又是何人？官居何职？公卿讲武殿议事，也有你插嘴的份吗？下官乃河东班悍马步军恐怖官郭荣。下官代刘令公陈情于京师诸公。杜重威叛国，张燕则逞嗣，契丹大举南来，当道诸公却不知安民御敌，却还想着向卖国的奸贼称臣屈膝，这岂不可笑？原来如此，连刘知远都动了心了。却不知刘令公何日提兵来京师辅政呢？小冯相公的意思，是欲使刘令公像杜令公那般，弃了河东百姓黎庶，将12州国土拱手让与契丹，再率兵南来京师，以兴鼎革。河北是前线，河东难道就不是前线？河东不能弃，那是朝廷最后的指望。召你们来本不是议论这个的。张彦泽的兵近在咫尺之间，你们谁若是欲降，稍时自可出城去降。眼下是有一桩急务要着落在你们身上，却不知老令公所言急务究竟是何事？粮食、兵。秦贵，禀令公，朝廷规制，载职以上，倚仗50，史相备之。各个节镇、诸军、诸司使，各有牙兵亲教，巨额不等。悉数充裕银武，能够得到5000兵力。至于粮食方面，公卿、丞郎各家的司令，至少60-70担，多则300-500担。若悉数以充粮秣，至少可供给京师居民2月有余。主公，国难当头，正该戮力报效，以权终结。排好，都排好，都排好啊！都下来！
号令，守规矩。只要做完了事，人人都有周贺。不听号令、坏了规矩的，便是这等下场。他不过是饿极了，想吃口热粥，却是坏了哪家的王法？司空不再管一些些，来此做甚？我是在问你，他饿了，想吃饭，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？请司空执起刀，替他报仇。怎么，不敢了？看什么呢？继续排好队，添好柴。大战在即，诸事繁杂，你可以不帮忙，却也别给我添乱。司空，拿好你的王法。让前世前来。吴越使臣，前事何在？臣吴越钱弘处，恭迎陛下。吴越前郎，进前来。刺伤张彦泽的是你。京师上下欲杀张贼者，并非弘处一人也。年轻真好啊！宣诏：吴越国前世奉国有度，勤修贡事，抚民治军，有功于东南黎庶。大元帅钱弘佐，加太傅、尚书令。检校司空钱弘处，今日右卫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国信。臣代我王叩谢陛下恩泽。冯令公可还无虞？永康王耶律阮和上京的皇太弟耶律李胡之间起了局域，两人几乎兵戎相见。听司的耶律乌质在两人之间奔走，以为调停。此时冯令公也在郑州停下了。陛下下诏，令冯令公回都秉城。可惜呀，九郎这么快便要回去了。都走了好几个月了，国中家中都已是望眼欲穿。九郎此番回去，可还有未了之愿？尽管说来，我和元朗都在京师。君贵兄，如今是左监门卫大将军，兼枢密院承旨。郭太尉贵为枢密使，负责巨柔。我虽位卑言微，却还有一身的力气。九郎有什么愿望，尽管与兄长们说来。还真有2件事体，要劳烦2位兄长。九郎尽管说来。小弟加官迄今，未有表字，只有一个小名虎子。冯令公当世大儒，学贯古今，待其归京，还请2位兄长替小弟向令公求一个表字。此事容易。
若是旁人求字，以冯令公的个性，未必肯允；但换作是九郎的话，冯令公当另眼相看。哎，第二桩事呢？哎，这第二桩事确实不易。惟愿小弟下一遭再来京师，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。此杯当饮，当饮，当饮，当饮。我生在王侯世家，自幼锦衣玉食。我以为的太平年，和那余家以为的，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我是有些心思，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，而是为了米家。米家啊？那米店的伙计手里的竹片，学名唤作米绸。想要去买米的人，需先将财物换成米绸，再拿着米绸去买米。一片米绸能买1升糙米。去岁我们去汴梁之前，杭州鱼米市上，1斤鲜鱼还能买得5升糙米，可如今却只能买得2升了。所以你是因为米价上涨在忧心。可是，这5升米、2升米，这差在哪里呢？差在哪？差出一个太平年吧。当年祖父立国于东南，传下一句遗训：不书于竹册，只传诸子孙。道不过3，东南自安。古过于武，正猛于虎。说的就是米价。大唐太宗贞观年间，长安城里的米价约5文10升，这便是君贵兄长所说的太平年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去年15文还能买得5升米，可如今却只能买2升了。这便是苛政横行，气势如虎。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，元帅请降。奉国主君旨，向上国大元帅、元帅献上江南印玺，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。大元帅，土地、百姓皆国家所有，请元帅代天子纳之。却又是何苦啊，大元帅？且安归京师，替我去看看今日之变景。公元975年11月，金陵城破。南唐国主李煜溯山出营，奉表纳降。立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，其
其22州疆域，终归大宋安。